大家好，我是松松。昨天呀，我这个看到了一则新闻啊，4000万粉丝的教这个考研填报志愿的网红老师张雪峰呢，突然间这个心源性猝死。听到这个消息啊，说实话，我第一反应是感觉有一些意外，但是呢，回过头来再一想，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我自己在内地啊，就是从体制内做老师出来，然后呢，赶上这个短视频风口，也呢做这个自媒体。现在在内地，峰值的时候粉丝也是过百万的。整个这个做下来，我的感觉啊，这个人啊，如果要是在内地做这种网红，你不死，你也是半死。他这个透支你的不光是体力，最主要的还是这种情绪上的透支。除非呢，你天生就是个坏种，你会做得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自然。否则呢，你在做这个网红搞流量的过程里面，你几乎每天都要面对一种诱惑，就是我要不要变坏？人只要变坏，邪念只要一旦产生，你马上就能红，毫不夸张。我来讲一讲我做这个自媒体在内地啊这个真实的体验和这个过程。刚开始这个自媒体蓬勃发展的时候啊，其实呢，那个时候涨粉也好，或者是搞流量也好，相对来讲还是氛围不太一样的。因为最开始入局的一些所谓的这个知识主播呀，相对来讲还都是这种精英啊，大家的这个思维还是什么，就是秀那种一些平常老百姓认知以外的那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一种思维方式，用这种方式来去获取流量。很多人出于猎奇，出于对这种新鲜生活的这种体验，想去看像抖音说的美好生活，然后呢就会去关注你。但是越来越这个发展之后，开始呢，这个互联网上就会有一些这种极端的声音出现。慢慢的呢，随着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随着更多的人来使用这个自媒体，逐渐呢就会有一种流量的风向，就是什么？你得谄媚大多数，讨好大多数，肯定大多数的生活。那就有一个结果，你就是必须得去攻击精英的思维方式，或者是精英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获得共鸣。你比如说，在我生活的这个上海以前呢，可能大家觉得说人呢精致一点生活的这个相对来讲更这个体面一点，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后来有了这个自媒体普及之后呢，就是全网都骂上海人，装什么装精致的人都是装逼精致都是一种这个小资情调都是这个谄媚西方你就得骂他们。于是呢，就出现了特别多的这个网红专门到那个上海的正常营业的那些装修非常漂亮、文艺的场所里面去捣乱。比如说，穿的破破烂烂，我故意去点一杯咖啡，然后给你的咖啡挑毛病或者呢，故意的去攻击这个你的这个装修着装，然后呢，以此来获得更多人的这种起哄、点赞。所以以前呀，就是九几年到2000年初的那一会儿，互联网在内地刚刚普及，那个时候使用互联网是有门槛的，拨号上网一开始是64K、128K，后来呢，这个台式机那个时候内地的很多人的工资也就几百块钱，但是一个台式机4、5千，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相对来讲，使用互联网的都是一些精英，所以就诞生了像天涯论坛，像一些这种比较有趣的这种社区像西路 BBS，大家在里面会去分享一些这种经营主张。那个时候它的这种内容形态是什么？我要更多的去创造一些某一个领域里面的精华帖，好内容，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被加精你才能够被置顶，对吧？所以人们争相会去生产好内容。但是
自媒体它大大的降低了人们表达的门槛儿。从这个微博时代开始，人们只需要140个字就可以做一次表达。短视频，人们只需要15秒就可以表达一个内容，大大降低了这个表达的门槛儿。因为长内容是需要结构式的这种思维的，你的思维一定要非常的系统，非常的完整。但是短视频不用。那么在随着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再加上短视频门槛儿降低那么就产生了大量的那种极端的、片面的、垃圾的内容。所以很多精英的表达在互联网上就显得不太那么讨好。你比如说罗翔被骂，对吧？高晓松被骂，对吧？所有的公知都被污名化。很多人甚至你在表达什么，你在聊什么，完整的内容看都看不完的，看前面几秒觉得你不顺眼，我就可以骂你。因为没有什么表达的门槛啊。所以这就逐渐就形成了一种风向，精英开始闭口不谈任何的社会时事，不再表达了。因为过去表达是会有很多人去为你点赞，去追随你，去挺你的，认为你在做一些这种替公众发声的这种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去粉你，认为你是一个有勇气的人。现在不是了，现在你得去谄媚那种非常粗鄙的生活。你特别精心的设计一个完整的文章，一段非常好的这种口播文案，你比不过一个穿着暴露的女人在镜头面前给你下跪磕一个头，然后就说爹我想吃互联网这口饭，给我点个赞。这样的内容在互联网上比比皆是。就这样的内容才有粉丝，才有流量才有很多人去追随。所以就是他把人性的那种极大的恶会给激发出来。你越粗鄙，你越坏，你说的内容越符合基本盘的认知，你就会赚得越多。所以做内地的网红，你要么天生就得是个坏种，你才能够做得特别的舒服。因为你没有底线，你不会再去说那些你不认同的话的时候，有任何的心理障碍，对吧？要么呢，你就是必须得压抑你自己最真实的想法，然后呢去谄媚更多的人，你还得装作特别喜欢他们的样子。看见那些基本盘你还得装作特别喜欢他们的认知，特别还要跟他们去共情，好像你站在他们中间要做他们的嘴替，你才可以很好的在互联网里面去立足。所以你看那个，我们话说回来，你看那个罗振宇，不是那个罗永浩和西贝的老贾，他们两个的这种斗争互联网上打嘴仗，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典型你就完全能够放大看两种人格在互联网上这种生存现状。老贾他实实在在的去做他的那个菜品实实在在的去搞他的这个食材，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食材贵，那你就是有原罪的。罗永浩搞流量怎么搞？我就把自己搞成一个站在公众中的这个人设，然后我说什么都是对的。你看我是一个负债人，对吧？我是一个被俞敏洪曾经欺负过的一个打工人，我是一个连续创业又失败了的这样的一个普通老百姓，有一点理想主义，但是呢还不能够实现总是受气、被欺负、被结构性的压迫。我就是这种人设。去西北莜面村吃饭，我嫌你的菜贵，我就喷你，我就是一个消费者。他永远站在这个多数人的一边，然后去喷那些精英。于是呢，在互联网上他就节节胜利。他喷谁谁倒，喷谁谁倒霉。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置身于主流。内地的基本盘
就是这样的一种性质，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你想红，你就必须得站在这个队伍中间。所以呢，就是你在内地啊做这个自媒体的时候，你就天天会面对这种氛围，面对这样的这个人群，然后呢，你还得装作特别喜欢他们。这种对精神上的折磨呀，但凡有点底线的人都是受不了的。但是话说来，你说不干这个行业不行吗？不做这个事儿不行吗？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内地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单纯的出卖时间，按时薪去生活，你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你是没有杠杆儿的。说白了就是比如说我时薪啊10块钱一小时20块钱一小时，我去出卖我的时间，那你就一天你只有24小时啊，你再怎么卖，你的这个赚钱的上限是有数的，而且我们的社会是没有一个保障机制的。一旦大病，一旦结婚，一旦孩子上学，一旦这个房子需要你去供养，那这个时候，你大量的出卖你的时间，随着你年龄的衰退，你随时就会被斩杀。很多一线城市其实就是年轻人青春绞肉机啊。那些所谓的大厂、大公司、大企业，你在35岁以后，你熬不动夜了，你就必须得出局。在内地不像在日本，不像在美国，不像在欧洲啊，你是可以在一家企业干到退休，不是这样的。行行业业、方方面面，都需要的是年轻人的青春。因为你们便宜，啊，好忽悠，给你画一个梦想，这样的一个这种辞藻，画这样的一个大饼，你就可以在这个北京、上海、深圳，燃烧你的青春。然后把你用差不多了，耗材用差不多了，你就卷铺盖回老家。你是回老家买个房啊，或者是，呃，在老家这个，做点儿什么小生意啊，都是这样的。留下你的青春，啊，然后带不走一分钱啊，带不走这个一片云彩。大部分人的命运都是这样的，只不过是很多人在赌啊，赌一个未来，就是我拿青春赌明天嘛。这就是你出卖时间、出卖劳力的这种生活方式。但是，你想做一个相对来讲利润更高的行业、产业，那都是被垄断掉的呀。很多这个干这种垄断型生意的，比如说这种国有企业啊，我做这个石油生意，对吧？我做这个矿产生意，做这种暴利行业或者这种比较资源型的这种产业，啊，那做这种产业的话，是轮不到你的。所以你既没有资源，你没有一个好爹，你没有人给你去投资，让你做那种相对来讲门槛比较高的这种行业的话，你唯一出卖的就只有你的尊严了。而自媒体平台就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你只要肯出卖你的尊严，你就可以在这里面有一席之地，你就可以在这里面生存下去。你看，那种没有底线的去讲话的这些人，一个又一个的都赚钱了，都红了。最典型的司马南，对吧？还有很多很多，不计其数。只要开直播，最近还有一些这种什么汉服风哈，其实我作为一个蒙古族人啊，我不是很理解啊。这个，我觉得说这个宋朝的服装或者叫宋服，我觉得可能都好一点。这个汉服我实在是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啊。本身我也不认为汉族是一个整体啊，因为这个汉族啊，呃，这种农耕民族，它这个资源非常的稀缺，往往呢都是以这种姓氏为单位的，而不是以民族为单位的。我很难想象，或者是我不太能够认同说汉族是一个整体。他们都是喜欢去攀老乡，或者是攀姓氏，对吧？张家村李家店啊，张家村的人和李家店的人，村和村之间，因为争地啊，两边都会拿着这个啊大刀互相这个对砍，对吧？他不会说，哎，因为你是汉族，我也是汉族，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不是这样的。他是以地域、以姓氏、以这个宗祠为这个单位来去这个区隔自己的。所以这个汉服呢，我不认为所有的人都会有这个真正的认同感。如果要说大家对同一种服装都有认同感，不管你是河南人还是四川人还是广东人，那我觉得这种认同感可能应该是后天
被这个呃教育出来的啊。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都是一个民族啊，然后呢，我们有共同的祖先，然后有共同的这个文化，有统一的服饰，这个其实我觉得不符合这个历史事实哈。但是呢，我强制认同。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在背后在推动啊，因为不可能说福建人和河南人都因为是这个汉族人，而这个相互的在生活方式和语言上非常的认同。在民族学里面，其实讲得很清楚，民族呢其实是有共同的饮食、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这个文化和共同的语言，它才是同一个民族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汉族啊，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大一统，然后呢，来这个发明的这样的一个词汇。上海人，我想也不会说，哎，我跟北京人是一个整体吧，虽然我们都是汉族人，对不对？所以中国其实是按地域来去分的。但是蒙古民族啊，或者是这个藏族啊，它是不一样的，对吗？它本身这个为什么是一个整体呢？首先它地域啊，就是这个生活在一个高寒地区，对吧？那高寒地区呢，它这个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都是共通的，语言也都是共通的，所以他们说自己是同一个民族，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有这种民族认同感，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呃，在互联网上，你不能够追求正确，不能够追求真理啊，你必须得迎合共识。你比如说，从客观上来讲，汉服这个东西就是一种凭空捏造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一种文化产物。但是呢，你就发你天天穿汉服啊，你说我很自豪，这样的内容，它就是会有很多人认同，就是会有很多流量。那这个时候，你既然做这个生意，你在这个平台里面在干这件事儿，那你怎么办？你告诉我你怎么办？那要不然你就不做，不做这件事情，不做这个生意。那你做这个生意的话，那这个生意什么是正确的？在这个赛道里面，你怎么样才能够成功？你告诉我，你只能去谄媚大多数啊。那我们的大多数是一个什么形态，你就得去研究。如果我们对我们大多数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之后，你可能就要去挑战你的底线，我要不要变坏？张雪峰最开始他做这个互联网生意的时候，他怎么红的？当时他是批评很多我们内地的这个教育体制，就是把很多人当耗材。当时他的这个原话是怎么讲？他说的是，很多专业其实是没有必要存在的，很多专业做出来、搞出来，就是为给一些老师啊有一份工作，这是他的原话，非常的犀利。但是到后面他为什么又开始说打台湾，我捐1个亿，杀光台湾人，他为什么这么去讲话了？为什么？你觉得是他的本心吗？你觉得是他真的是这么想吗？不是的，在我看来，就是他逐渐的了解了在自媒体、在互联网里面玩流量的这个规则，玩流量的这个套路。长期的面对这种流量的诱惑呀，你的表达是不得不扭曲的。我在内地也算是比较幸运，因为我是赶上了这个互联网自媒体的这个红利期，做的比较早，所以呢，粉丝积累也比较多啊。但是后来呢，我这个逐渐的在这个局里面啊，我觉得这个乌烟瘴气，非常的痛苦啊，经常这个断更啊。但是这个平台给你设置了一个规则，就是你不进则退，你不进，它不是这个原地不动，它让你不进则退，什么意思？就是你一旦断更，你一旦停止更新，你一旦停止直播，它就会让你的粉丝去减少，不停的往下掉，也不给你推送流量了，你再重新去发，你得叫什么冷启动。所以啊，在这种流量的裹挟下，第一个人必须得变坏，第二个呢，你必须得长期的透支自己的体力。平台是赛马机制啊，你播3个小时，别人播5个小时，别人播5小时，其他人播6个小时，那最后怎么办？我就专门把流量给那个6个小时的那个人那里。好，你的内容够片面，够极端，我把流量推给你，
但是突然间有一个人出现了，他的流量更片面、更极端、更左，那我就把流量推给他。所以大家就去比啊，谁的流量更极端，谁的内容更这个极端、更刺激。说白了这是什么？叫多巴胺经济。谁的内容更能刺激你的多巴胺啊？然后呢，我就把流量给到谁，流量就往哪儿跑。那大家就竞争什么？竞争谁更坏嘛？说白了，在这个短视频里面，你的表达是不能够追求完整的，你应该去追求片面和极端。你只有足够的片面、足够的极端，你才能够被多数人所认同。其实你看张雪峰，他这个在互联网里面表达的时候，讲那个怎么去填报志愿，怎么去这个呃这个选专业，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很多观点都是非常极端的。你比如说，他就说这个文科就没有意义啊，就不要去考那个文科，文科有意义吗？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到今天，难道不是靠法治吗？人类的心理健康难道不需要心理学吗？但是法治、法律，这个心理学难道不是文科吗？对啊，语文啊，不是文科吗？你的这种良好的表达、结构式的这种表达，难道不是文科吗？对吧？人的尊严难道不是靠一些这种艺术来去体现吗？文学艺术，那按照他的这种讲法来讲，那都不需要去这个呃设置了相关的专业，对吧？包括传播学、新闻学，都是被他攻击的这个对象啊。但是你能说它没有意义吗？但是他这么去表达的话，就会符合一些人最简单的思维，符合一些人最这个呃基本盘、最这种朴实的思维。因为很多这种基本盘，他就认为就是人们只会为这种有形的东西去付费。基本盘它的这种消费习惯就是这样的，他不会为智力去消费，对吧？他们更多是去消费什么？是消费有形的东西，比如说我去买米买面，我去买手机，对吧？那他就觉得，哎，这个确实是这些东西都是理科生造的，所以我就要去让孩子学理科才能够去就业。但实际上，这个社会里面大量的这种呃岗位啊，都是出卖智力资源的。你比如说搞设计的，对吧？你比如说这个法律专业啊，对吧？你包括这个心理咨询师等等。但是这些专业呢，无形的东西，这种付费啊，为智力资源付费，我们还没有这个养成这个习惯。你比如说我这个用软件，内地人喜欢用盗版，对吧？甚至是我们这个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梵高的画会卖那么贵，在网上现在就是有这种风气，啊，去骂那些这种拍卖行拍卖那种天价的一些这种画作，他不会去想，哎，为什么这些聪明人、这些有钱的人，都会这个用那么高的这个价格去拍卖那些这个艺术品，去买那些艺术品，他不太理解这种智力劳动或者这种情感上的这种艺术品产品为什么会值那么高的这个天价？他们唯一的解释是什么？哎，肯定就是洗钱啊，这是他们能够理解的这个上限。那这时候怎么办？如果你是张雪峰，你怎么办？你要去挑战他们的认知吗？你要去教育他们，说这个你做法律工作啊，或者是你搞这个品牌策划，也是会有人给你付费的，让他们理解这个太难了。他们也不会为这个品牌去消费啊，在生活里面什么便宜我就去买什么嘛，对不对？什么品牌溢价这些东西他根本不懂啊，所以怎么办？我就说文科专业没有意义，都是假的，都是忽悠你们钱的，你就去搞这个理科啊，什么这个机械工程，对吧？将来进这个汽车厂，或者是你学一个这个飞机制造，对吧？你这个还比较好就业，可以进大厂、进工厂，这个才是他们能够理解的。所以呢，就这个角度来讲，他说打台湾这件事情，捐这个1个亿或者捐这个几千万这个事情，这个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生意行为。你说他真的喜欢战争吗？真的喜欢这个死人吗？我觉得也未必啊。他说他这个，哎，你看我把这个替台湾人这个填报志愿的这个方案我都做好了，爽啊！基本盘听着这个爽啊，爱听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觉得这个我党
去封杀他，我觉得一点儿都不冤啊。就是我党有的时候这个封这个一些账号啊，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是很客观、很公正的。因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教育体制里面没有逻辑学，大家没有这个辨别能力，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必须得有一个这种强力机构，对于那种带节奏的、带风向的挑战或者是煽动这个人们变极端的这种认知的这种内容啊，它必须得把它这个控制住啊，只能这样，我们就设计了这样一套体制，来去维系这个社会秩序，也只能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真的觉得，其实在内地做网红，就是你的那种情绪上的这种消耗，你长期的要抑制你这种真实的表达，然后长期的要去谄媚那个公众的认知，再加上这个体能的这种竞争和你同行的这种赛马，这个对人啊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消耗。我这个发现这种巨大的消耗之后，我现在基本上在内地就停更了，不更新了。基本上就一个月，或者是一周发那么一条视频、2条视频，也不直播，啊，实在是这个屎太难吃了，啊，你还得装作特别喜欢的样子，这个确实是做不到了。你现在在互联网里面再说正确的话，你就容易成为这个被攻击的对象。突然间那个，我觉得法国人那个勒庞写的那个乌合之众啊，过去的那些哲人的这个哲思啊，现在在内地在被放大，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啊，在被放大。这就是什么？我们的文科不够发达啊，文科主要是用来这个宣传的，更多的时候，它不是为了这种人文关怀而存在的。如果更多的去思考人性，更多的去思考这个人文关怀这方面的这个内容或者这方面的东西的话，嗯，我相信可能我们在思考是非问题的时候会更精准一些。一个社会里面没有文科的力量，单纯的有理科的力量，它就特别容易纳粹化。什么叫做纳粹化？就是为了集体，然后呢，去把社会变成一个这种人性的绞肉机，而毫不怜悯。你看，在这个纳粹德国的时候，德国人的理科非常的厉害。纳粹德国的时候是什么？做了一个这个犹太人的工厂，机械化的去这个屠杀犹太人。比如说毒气室，它的这个设计啊，现在如果去参观的话，就会看到非常的科学，非常的合理，带引号的啊。毒气释放的这个角度、浓度，操作的那个车间，输送人啊，操作的那个按钮，甚至是为了维护那个按钮的那个人的那个心理健康啊，怎么样把他那个环境、工作室、操作间啊，这个和这个犹太人这个隔离开，不让他能够听到那个人的哭喊声，对吧？让他没有任何的这种心理负罪感。怎么设计？这个设计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精密的。这就是理科生们，这个在没有文科的、没有人文关怀、没有人伦的这种素养的时候，啊，制造的一个人类的这个灾难。但是今天，如果你想在互联网自媒体里面取得成功，那么你就必须得宣扬这种极端的、纳粹化的这种理科思维，就告诉你，人文关怀是冗余的，人文关怀、人文素养、人性的这种光辉去追求这些东西是愚蠢的，是会带来生存危机的，你就会有大量的人去追随你。这就是自媒体在内地广泛被普及之后，表达门槛被大量的降低之后，这个整体的这个氛围就是这样的。你必须得谄媚人性的恶，因为如果你让更多的人去克制、节制、去理性的思考，这个本身是反人性的，对吧？因为人放纵是容易的，人这个去松弛下来是容易的，但是你让人紧张起来，去系统的去研究，带有这种克制的、自律的去表达，这个其实是非常挑战人的认知的，或者是非常挑战人的这个本能的。所以
这个自媒体啊，真的是放大了很多这个人的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方方面面来看，我相信张雪峰他不会是第一个啊，我相信他也不是最后一个。从方方面面来看，张雪峰看起来是一个偶然，但实际上是一个必然。平民百姓啊，没有特别好的这个行业，没有特别好的带杠杆的行业开放给他们，所以只能出卖尊严，在自媒体里面去发一些这种特别极端的内容。然后发布内容的时候，为了谄媚这个基本盘，为了谄媚这个大多数，因为这些基本盘、这些大多数是结构性的，是系统批量生产出来的。那么你为了在这个自媒体平台里面取得成功，你就得去谄媚他们的认知，你得变坏，这是一种情绪上的消耗和压力。当然有一些天生的坏种，像司马南，对吧？他毫无这个心理障碍，这个说谎的时候，他会义正言辞的去这个胡说八道，大义凛然的去说，他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但是你就得和这样的人去竞争，你就得和这样的人去这个争夺流量。那你要不要比他还极端？要不要还这个比他还变态？那这个时候，对你情绪上的或者精神上的或者心理上的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体能上的冲击。你不断的要在这个体能上要去挑战你自己。实际上张雪峰他这个心源性猝死，其实说白了就是累死的。你看他的那个，他挣了这个几个亿啊，一个这种报考季他能挣3个亿，直播这个3个小时啊，大量的这个报名的人，其实也是平常十几个小时直播慢慢的积累出来的。他在直播间的时候，他没时间吃饭的。你看他在直播间就直接吃那个盒饭，啃苞米，啃玉米啊，北方人叫苞米啊。你说他赚那个几个亿，吃的跟猪一样，猪食一样，那有什么意义啊？头发这个累得花白。然后你看，在这个杭州，上海旁边这个杭州啊，就有一个这种网红的那个中心啊，发展这个网红经济嘛。旁边就是一个健身房，好多网红在里面去健身。他们健身是为了健康吗？不是的，他们健身是为了能够更长时间的去直播呀。等于说人的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这个生活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你能够更长时间的去耗在这个屏幕前，去争夺这个用户的时间。就人已经被机器化了，你就变成了算法的奴隶。长时间这么压榨、透支自己的情况下，你必死无疑。大家知道我在内地是做这个心理自媒体的啊，本身也做这个很多这个心理咨询啊，做这个很多心理教育啊。呃，我毫不夸张的讲，基本上粉丝过50万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个情绪问题。找我做咨询的网红，100万级的，甚至是搞笑的娱乐主播，都有一些这个抑郁，甚至是躁狂啊、焦虑的问题，都有啊，几乎没有例外。很多这个在内地做网红死掉的，还有这个吃播，对吧？这死亡率非常高的。还有这种搞笑主播、娱乐主播，这种因为肥胖啊，因为这个睡眠不规律啊，年纪轻轻的做支架的太多了。基本上每个月在我的后台里面，就经常能收到一些大的这个网红主播，然后给我发私信说自己这个情绪有问题，精神有问题，需要找我做咨询，特别多，一点都不夸张。很多人因为自己是这个网红啊、主播呀，他碍于这个保密的需要，还拿这个小号给我发信息啊，来找我做咨询。但是他们的这个精神状态，我觉得几乎都是这个崩溃的边缘，都是这样的。你试一试啊，长时间的自己就是每天说3个小时的话不停，对着这个屏幕说3个小时的话，每天坚持下来，长此以往，长期坚持，你试一试，不用多1个礼拜，你试试。而且没有人告诉你主题是什么，没有人告诉你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但是你就是得说，不停的说，甚至是你可以毫无意义的去讲，你就在那里去说，你试一试，体验一下，你就知道了。就是这些网红主播，他们的这种心力的消耗啊。但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行业？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其他的行业真的是很难有这个翻身的机会，太难了啊！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学土木工程的，我认识一个女孩，女硕士，也是一个网红，哈，她毕业之后
找这个土木工程相关的这个工作找不到，现在在网上这个跳舞啊，在网上这个做这个才艺主播。当然他自己可能性格的也比较这个开朗啊，他呢可能也比较享受这个过程吧，或许啊，也在这个做这个行业。因为别的行业你进不去啊，因为很多行业现在已经这个可以说这个阶层已经稳固了，甚至是很多这个工作它都是世袭制了，你怎么插进去啊，对吧？你根本就进不去，那怎么办？那互联网平台它是唯一的一个平台。当然，最后还有一道关啊，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平台心情不好了，或者是哪个领导刷到你了，他心情不好，看你不顺眼了，一个电话，你就所有的努力就灰飞烟灭，说封你就封你，没有任何的辩驳的余地。你在自媒体里面啊，战战兢兢的，非常努力的，每天熬夜啊、点灯啊，去这个谄媚流量啊，去研究这个数据啊，啊，可能别人一个电话你就消失了，只是因为他单纯的心情不好就可以，因为审核是没有任何标准的，是黑箱的，黑箱审核。所以在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很多所谓的网红啊，其实都是在做投机的生意，啊，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被枪毙了，这个他的那个账号就消失了。所以趁着自己还在火的时候，就赶快的能捞就捞，啊，能骗就骗，能忽悠就忽悠，赶快让自己我们叫上岸，上岸，然后等下一个风口。好多人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张雪峰是很遗憾，还没有这个来得及收手，他就已经这个死掉了。呃，但是死掉之后呢，我看到那个自媒体平台上啊，很多人也有这个叫好的啊，因为他以前发表过一些这个越界的一些言论吧。啊，这个我党实际上是有自己的安排的，有自己的节奏的啊，是不是武统还是怎么是武统，还是说只是把台湾当成一张牌，这个我党自己是心里有数的，你不能够去带着你的4000万人、4000万粉丝啊，去这个指挥他们，或者是去给他们这个上课，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打台湾，打台湾之后我应该怎么做啊？这个实际上你是越界了，你就老老实实的赚你的钱啊。但是你选的这个赛道啊，国家设置的这些专业，然后你说这个专业不行，那个专业不好啊，可能一开始呢，国家呢可能没有人这个看得上你，或者说没有人注意到你。这个时候呢，你说点这个过格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这个影响力这么大了，你说这个专业不行，那个专业不好，啊，国家的这个教育体制设计的有问题，那你不就是找死吗？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张雪峰无论是，即便是他如果他肉身不死的话，我觉得他的这个声音啊，他这个品牌呀，也是不可持续的啊。他选的这个行业呀，它就是不可持续。你可以顺着我们这个教育机制，对吧？你可以说哪个专业好，但你不能说哪个专业不行，你不能说哪个专业是这个设置的是割这个穷人韭菜的，这个就有一些过格了。你看，虽然这个中国传媒大学啊，以前我在这个中国传媒大学，我也这个讲课带过那个 MBA 班，就是中国传媒大学，你想，也这个最近就砍掉了12个专业，甚至有些也是这个王牌专业，但是他们体制内的人去重新设计是没有问题的，去砍专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一个说白了就是体制外社会上的人，在这个体制内的人看呢，是看不起你的，知道吧？认为你们都是 low 逼啊，你们都是这个商人啊，商人实际上在内地是地位是非常这个卑贱的，非常低的，就是我们还是有这个士农工商这种思维啊，就你连农民都不如啊，在这个很多这个体制内的人来看啊，你们就是这个 low 逼。像张雪峰，你创造再多的这个财富，在很多这个体制内的人来看啊，你也非常的 low。我让你立正，你就得立正。马云牛不牛？对吧？一个小处长把你叫过来啊，让你立正，你就得立正，对吧？但是地方有的时候为了搞经济，为了这个促发展，有的时候可能上面风向变了，保你啊，对吧？但如果上面不保你呢？啊，或者上面风向变了呢？对吧？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在做这个投机的生意，就是很多生意其实就是这样的。
很多生意其实就是有这种特质，就资本啊，就是有这样的这个特性。自由市场里面，呃，人就是会在做选择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敏感。就什么？就是如果这个环境啊，如果这个大的这个氛围啊，这个行业，如果因为某一个人的一句话就能够让这个行业灰飞烟灭，如果因为别人对你的这种监管啊，随时可以让你去消失的话，那么企业家就会倾向于投机，他不会想去做一个百年企业。因为我活过今天之后，我明天怎样我不知道，我只能凭借我对你的信任，我这个暂时的经营下去。但是你哪天心情不好了，或者你哪天觉得，哎，好像做另一个行业，更好，这个行业可能对社会危害，或者是对负面这个对社会这个有一些负面的影响，那我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这个行业去消失啊。你比如教培行业，那这个时候干教培的人怎么干？他会想我要做这个百年企业吗？不会的。所以在任何一个这种行业里面，你比如说这个平台随时可以去封掉你的时候，那这个网红他就倾向于去投机。投机怎么投？就什么极端说什么，什么东西没下线，有流量，他就去做什么。所以张雪峰啊，这种在后期的时候胡言乱语，然后长时间的这么直播，消耗自己，我觉得看起来应该是必死无疑。好吗？这就是这期的节目，我们后续啊，在后面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聊一聊，一些人生课题。